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读书分享。斯蒂芬·阿尔科维 （Stephen R. Covey） 在生产力成功学大师科维30年心血结晶，以40种语言，全球发行销售量超过2800万册。这本书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每一次读都有新的收获。经过近30年时间，为什么科维对人类仍有影响力？为什么7个习惯依旧实用？与成功有约高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长达10余年，出版至今已被翻译成40种语言。在网络时代，书里的人际关系为人诟病，但科维呼吁，从我们的观念出发，学好7个习惯，将有助于与人相处共事，甚至成为出色的领袖。面对社群时代，如同科维所说，只有深谙众人艺术的人，才能获得最大的机会与无限的成就。学好7个习惯，就能掌握未来竞争的优势。置身共享经济环境中，科维提出集体创新的概念，让资源重新分配再利用。即由7个习惯将能让有需要的人可以用较便宜的代价享用资源，资源拥有者也有合宜的机制能够获得回馈，激发各种新创服务诞生，主动积极帮你扩大影响力，以终为始，帮你厘清人生定位，要是第一帮你找到目标与方法，双赢思维帮你创造最大价值，知彼解己帮你维系人际和谐，统合纵效帮你化解冲突，找到出路，不断更新帮你改变自己与他人的人生。拥有这7个习惯，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前进，养成有效人士的7个习惯的完美指南。这些习惯可以改善您和您周围人的生活。史蒂芬·科维 （Stephen Covey） 撰写的自我提升指南《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改变思维方式来改变生活。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完全基于你自己的感知，通过感知导致采取行动。你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和你周围人的生活，也就是说，要想改变现状，就要学会改变自己，学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你看待问题的方式就是问题所在，所以你必须让自己从根本上改变你的思维方式，才能看到自己真正的改变。科维不仅会教你如何用新的思维方式，还会教你如何变得积极主动，并专注于手头的重要任务。归根结底，通过养成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您可以学习如何改变心态，进而改变生活。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每个人都想成功，但是什么让别人成功而别人失败呢？首先，什么定义了成功？虽然其他人可能会发现他们已经取得了财务上的成功，例如拥有多少的房地产与存款，但他们可能会发现他们在生活的其他领域，如人际关系或发展个人效能方面是空虚的。通过研究200年来的文学作品，科维发现，多年来成功的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1920年之前，成功基于正直、谦逊和勇气等品格伦理，而现在成功则基于公众形象、态度和人格等人格伦理。要找到真正的成功，您将无法走捷径，人必须重新探索自我，由内而外造就自己。相反，你需要解决潜在的问题，让自己经历思想模式转变，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养成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第1章原则和思维典范。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始于向内看，由内而外。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试图在社交媒体上描绘幸福和近乎完美的生活。如果光考虑到社交媒体，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内心挣扎的同时，改变了外表。史蒂芬·科维让他的读者想想，他们生命中最看重的是什么？想象一下，如果明天一切都被夺走，你最想要的是什么？社交媒体上对你的关注者会出现在该名单上吗？可能不是。那么，通过由内而外的提升自己，如何帮助您改善生活呢？在你改变你的生活之前，你必须努力深入挖掘自己的内心，并确定你的基本习惯和信仰体系。这些原则是您性格的核心。真正认识你自己，是指引您实现目标的指南针。也许您的原则是公平、诚实和正直等概念，这些是指导我们行动并走向成功的指导原则。因为自私和欺骗等原则可能导致失败。原则就是自然法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此，重要的是要反思你的核心原则，并确定你的性格指南是顺应自然还是违背自然。类似于游客遵循城市地图来指导他四处走动，我们人生也遵循我们的思维典范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各种思维典范格式
是用来建立我们如何看待周围世界的主观基础。我们对世界的一切理解都是由我们的思维典范形式形成的。例如，一个消极思维典范的人会认为下雨天是阴郁的，在他们的一天中会带来不便；但是一个积极思维典范的人会认为下雨天是成长的机会，并为大自然提供所需的食物灌溉。在寻求做出持久改变时，转变我们的思维典范至关重要。一旦我们改变了我们的思维典范，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的性格、习惯和行为。这种性格上的转变，就是为什么认识和监控自己的思维典范很重要，因为这样你才能找出哪些思维方式阻碍了你实现目标。一天早上，作家史蒂芬·科维 Tiffany 在纽约市的地铁上经历了思维典范转变。这是一个宁静的场景，大多数人要么在阅读，要么在休息。突然，一个男人带住他吵闹的孩子进来了，立刻打破了和平与安宁。对此感到恼火的科维问这个男人，他是否可以控制他的孩子。男人又累又恼怒，回答说他应该做点什么，但他们的母亲1个小时前刚刚去世。他们都很震惊。科维的思维典范很快从恼怒转变为一种渴望提供帮助的同情心。所以你看，思维典范转变可以改变你对一种情况的看法。虽然不是所有的转变都会像科维那天早上在地铁上经历的那样立竿见影，但他们每一个都可以给你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因此，与社交媒体不同，您可能会努力掩盖自己的缺陷和不完美。本书将帮助您识别这些品质。一旦你确定了你生活中最大的问题，你就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你的问题，并找到他们的弱点，由内而外的工作和改变你的习惯。你可以改善你的生活，探索成功的真意与成功。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出版至今，世界已经起了巨大变化，生活变得更复杂，压力更大，要求更多。我们已经由工业时代转入资讯知识工作者时代，并承受了这个时代所有深远的影响。现在每一项个人、家庭及组织所要面临的挑战与问题，都不是20年前所能想象。这些挑战不仅范围扩大，类型也截然不同。社会以及全球数位化市场的幡然改变，引发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也是人们常问我的问题：时至今日，7个习惯仍然适用吗？我更进一步地问：10年、20年、50年、100年后，这些习惯还能适用吗？对于这类问题，我的回答是：变化愈大，挑战愈艰难。长期的习惯，这些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仰赖不分地域、时间且不言可喻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历史上所有悠久、繁荣社会的共同特色，不是我的发明。我只是将原则列举出来，整合成一个系统。我一生中最深刻的学习经验是，若想达到最高期望，并克服最大挑战，就得认清主宰你的原则或自然法则，然后加以运用。每个人运用原则的方式会因一个人的力量、天赋与创造力而大不相同，但一切努力都必须符合成功所系的原则，才能获得最后成功。个人的能力，或者说是人类的本质，可分为4个层面：身体、智力、情感与心灵，会因所欲寻的标的不同，如积弊已久的文化或历久不衰的原则，而有迥异的结果。在身体层面，若从文化角度思考，会倾向维持原来的生活形态，以手术与药物解决健康问题；若从原则角度处理，则会让生活形态配合既有的全球共通的健康原则，预防疾病，避免问题。在智力层面，从文化角度会倾向看电视、自我娱乐；从原则角度，则会鞭策自己广泛而深入阅读，不断接受教育，终身学习。在情感层面，文化角度的思维是意图利用人际关系增进自身利益，是一种自私的态度；若是依循原则的思维，则会尊重对方并深入聆听，服务他人，最终将获得最大的成就与喜悦。在心灵层面，依循文化的习惯，包括宗教、礼节以及食衣住行等习俗，会让人屈服于日益普及的世俗主义，或是关于怀疑或嘲讽他人的犬儒主义。可是，人不因为世俗事物束缚，而应该丰富道德的涵养，追求简单淳朴生活。因此，更必须遵循原则的习惯，认知到我们对于意义的基本需求，以及人生当中追求的正面事物，全都来自于此。
我个人认为，这些自然法则的根源在于上帝。无论是全人类共同的挑战，或是个人独特的需求与挑战，我都建议你牢记在心。如此一来，你便能找到持久的解决之道与方向，并且你也会发现一般大众采取的方法与历久不衰的原则方法之间的对比越来越明显。阅读与成功有约，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了，我保证你会经历一趟充满兴奋刺激的学习冒险之旅。最重要的是，你要开始应用所学。千万记住了，学而不行非真学，知而不行非真知。我个人觉得，要实践这7大习惯，必须持续不断努力。而当你变得愈好，挑战的本质便会改变，就像滑雪、打高尔夫、网球或从事其他任何运动。第2章个人的成功从依赖到独立，由内而外建立7大习惯。习惯1：主动积极。1、专注做好你能控制的事。想象生活只是一本空白的书，如果你有机会写自己的故事，你希望它说什么？如果你的生命今天结束，这本书会包含什么？这本书会包含一个人因为你是环境的受害者，这而一事无成的故事吗？或者这本书会包含一个人不受环境限制，突破困难，采取行动的故事。这是我们的首要原则，所有权原则。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我们也可以将自己的生活状况不好的责任归咎于他人，但这将会让自己掌握命运的能力变得徒劳无功。你也可以说，这不是我的错和我无法控制。这些卸责的话，是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困境时常说的话。但当我们开始掌控自己的生活时，我们就会采用新的原则，我们的世界开始了改变。所有权原则迫使我们承认我们放手了，但它也迫使我们对生活中的成功拥有所有权。这种思维典范转变开始了。第1个习惯：积极主动。积极主动的人会采取行动，他们在生活中拥有响应能力，并拥有所有权。例如，积极主动的人不会等到确诊后才改变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会等待老板给他们指示，而是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们积极倾听生活中人们的声音，不会等到打架才开始有效沟通。为了帮助您区分积极主动的人与被动的人之间的区别，请想象一个关注圈，这个圆圈代表你担心的所有事情。也许您担心支付账单或飞越全国，关注圈内是影响圈，它代表您可以做的所有事情。被动型的人关注圈，而主动型的人关注影响圈。通过关注他们可以改变的事情，积极主动的人会缩小他们的关注圈，开始拥有所有权的一种方法是通过语言。积极主动的人使用我愿意、我可以和我喜欢等词，而被动的人使用我不能、我不得、不可。如果只是被动的人认为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和言语负责，因此与其说他让我如此生气之类的话，不如将注意力转移到我控制自己的感受上，并开始将反应性转变为主动性。一旦你意识到你有一本空白的书要写，你就可以开始用你想说的来填充它，专注于寻找解决方案，而不是将问题归咎于外部来源，并开始改变您对生活中问题的反应方式。承担责任，拥有所有权，并开始用采取行动的人的故事填满您的页面。第3章：习惯而已，终为始。想象一下，您正在从头开始建造一座房子，你将如何开始这个过程？你会首先设想你想要房子的样子，对吧？你确定房子的布局，然后弄清楚每一个细节，然后建筑工人将按照蓝图开始建造。没有这个蓝图会犯什么错误？也许他们忘记了一个关键元素，比如楼梯。现在把你的生活想象成一张蓝图，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你想达到什么目的？计划对于任何项目的成功都是必要的，包括你的生活。这就是方向原则的用武之地。要以终为始，您需要指导，就像盖房子一样。成功需要一个方向。高效的人不只是努力工作，并期望成功降临在他们身上。相反，他们对生活有方向感。但是你怎么能找到那个方向呢？好吧，您可以先想象30天后，您的朋友和家人将参加您的葬礼。你希望那些人怎么评价你？他们对你的生活有什么看法？通过确定您希望您的朋友和家人对您说些什么，可以帮助您了解您的生活以什么为中心。也许你以家庭为中心，
以金钱为中心，以工作为中心，甚至以自我为中心。通过想象生命的尽头，你可以决定你想要怎样的生活。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您创建了个人使命宣言，这是实现习惯2的第一步。您的使命宣言旨在充当指南针，指导您采取必要的步骤，以确保您的个人成功和幸福。然而，写一份使命宣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时间、耐心和深刻的反省。与编写蓝图类似，您可能需要完成多次重写。如果您将个人陈述想象成您生活的蓝图，您就可以开始有目的的和意图的采取行动。就像每块砖都有盖房子的目的一样，您的行为也应该有帮助您的目的。那么，您如何开始采取行动，并按照这些原则生活呢？养成习惯3，要事第一。有多少次您安排了1周的时间，但最终却把时间浪费在了不重要的事情上？你觉得自己无法控制阻碍你实现真正目标的几个电话、会议和日常干扰？也许您尝试结合时间管理技能，但发现大多数技术都注重效率，而不是有效性。那么，你如何改变这个？通过确定优先级，并确保首先完成最重要的任务，把其他一切放在一边，稍后再完成这些任务。虽然这听起来很容易，但您可能会发现很难确定哪些任务很重要，哪些是浪费时间。幸运的是 Covey 有一个工具可以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时间管理矩阵比仅创建需要完成的待办事项列表更有效。通过将您的任务分类为紧迫性和重要性，您可以创建一个2×2矩阵。第一象限专注于既紧急又重要的任务，虽然这似乎是一个关键象限，但它更适用于我们无法控制的任务，例如需要立即处理的危机。截止日期驱动的项目或烧毁的房子都可以属于这个象限。第二象限专注于重要但不紧急的任务，这是最关键的象限，因为这些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建立关系或规划未来，这些都是重要的原则，不会一蹴而就。花时间取行动，专注于建立你在第二象限中的任务。例如，如果你想改善你的人际关系，花时间在你开车回家的路上给朋友或家人打电话，而不是听音乐或你最喜欢的播客。第三，专注于时间4象限不重要但紧急的任务象限。这些任务是那些打扰我们生活的任务，例如电话或会议。如果你发现自己在第3象限确定任务的优先级，你最终会响应基于他人优先级的任务，而不是你自己。这可能会导致多种后果，例如短期关注或感觉您的生活失控。第4象限专注于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那些完全浪费时间的任务，例如一天观看整个系列的 Netflix 或在工作时无意识地滚动社交媒体。这些任务导致完全依赖的生活，并导致人们被解雇。那么，为什么要关注第2象限呢？如前所述，这些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它们专注于建立关系、计划、锻炼和准备所有对你的幸福至关重要的事情，但你把它们放在一边，因为你认为你没有时间处理它们。但是，你怎么能为它们腾出时间呢？通过学习对其他活动说不，对当时看起来很紧急的活动说不，并学习如何有效地授权。通过确定第2象限的优先级，您可以开始由内而外地处理您的任务。你从坚实的原则核心开始，一旦出现问题，你就开始将它们视为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体本身。例如，在与购物中心经理合作时，科维意识到，虽然经理们知道与店主建立关系很重要，并且会产生积极影响，但他们花在这件事上的时间不到 5%。相反，经理们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第1象限的任务上，例如接听电话和电子邮件、参加会议和撰写报告。为了实施变革，经理们将1/3的时间用于与店主建立关系，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理们看到了满意度和租赁收入的增加。经理们优先考虑第2象限，并将他们对第1象限的看法转变为只是拼图的一部分，并对不重要的任务说不。如果你想开始实施习惯3，最好的开始方式是创建你自己的矩阵，并确定你一直忽略的第2象限中的任务。致力于以书面形式处理第2象限，并开始确定您的行动的优先级。第5章，习惯4，思考双赢。
生活是一个狗咬狗的世界，这是关于激烈、无情的竞争。如果你必须撒谎和作弊才能得到你想要的，那就这样吧。你相信吗？人生真的是狗咬狗的世界吗？如果你不得不撒谎和欺骗，你不是违背了诚实和正直的原则吗？不幸的是，这是当今社会许多人的心态。他们认为要赢就必须输，但是如果我告诉你生活不必那样呢？相反，生活不必是一场比赛，双方都可以赢。通过建立双赢的心态，您可以开始建立成功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用双赢的心态可能意味着改变你的人际交往模式。事实上，科维解释了6种范式。第一种是双赢模式。双赢模式问题是通过创造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互惠互利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的。第二种是输赢范式。人们认为，如果我赢了，你就输了。输赢的人利用他们的权力、地位和资历来影响他人，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第三种是双输范式。人们认为，如果我输了，你就赢了。输赢的人只在取悦周围的人，并寻求受欢迎和接受。第四种是双方都输的双输范式。每当2个双输的人或2个意志坚定、固执、自我驱动的人相互谈判时，总是以双输告终。5是赢范式。只要赢了，根本不在乎对方的结果如何。最后一种范式是双赢或不交易的心态。人们认为，如果不能达成互利协议，那么就不会达成任何协议。在尝试寻找解决方案时，最重要的是要有意识地找到一个符合您的原则的解决方案。这是丰富原则的一个例子。富足原则包含一种富足心态，这意味着您相信每个人都绰绰有余。那些没有丰富心态的人反而有一种稀缺心态，他们相信如果你赢了，那么另一个人就必须输。换句话说，他们有一种这个城镇对我们俩来说不够大的心态。如果你认为双赢，你最终会发现自己建立了积极的关系，因为你最终会加强双方，而不是慢慢破坏一方。开始思考如何实施这种心态的一个很好的练习，是确定您拥有的可以从双赢解决方案中受益的关系。现在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写下对方认为获胜的解决方案。现在写下你认为的胜利，尝试并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其中包含对双方都有利的双赢。第6章习惯5，先寻求理解，然后才被理解。想象一下，去看验光师，并向医生解释说您很难看到远处的迹象，然后验光师摘下自己的眼镜递给你说，这对我来说已经用了很多年了，试穿一下，它们应该适合你。不问任何问题，不做任何测试，医生只是提供一个很可能无济于事的简单解决方案，你不会再去找那个医生，你不能相信他。现在想一想，你自己正在经历人生中的一段艰难时期，离婚、亲人去世、失业，你向谁寻求建议？一个从未站在你的立场上，并且不可能理解你正在经历什么的人，或者是一个了解你的处境的人，懂的人，您信任、倾听您意见的人，您尊重他们的建议，无论是医生还是朋友，您都相信了解您正在经历的事情的人，而理解的关键是倾听。如果医生听你的话，他会更好的知道如何帮助你，而不是随便给你一副眼镜来解决你的问题。说到聆听，最有效的聆听形式是强调聆听，这需要范式转换才能实现。你看，我们通常不首先寻求理解，相反，我们寻求被理解。在任何既定的时刻，一个人不是在说话，就是在准备说话，而不是在准备理解。据交流专家称，我们的交流中只有 10% 是用文字表示的， 30% 由声音表示， 60% 由我们的肢体语言表示。如果我们用专注的倾听代替我们的典型回应，您会发现您不一定要专注于文字才能真正理解对方，相反，您应该通过所说的话背后的感觉和意义来观察对话。删除文字后传达的是什么情绪？虽然这项技能需要时间和练习，但肯定不是不可能的。虽然这项技能需要时间和练习，但学习如何专注的倾听当然不是不可能的。一旦你掌握了寻求理解的技巧，你就可以专注于被理解。当我们真正了解对方时，我们就能以建立信誉和信任，而不是让对方失望的方式，充分交流和表达我们的想法。第7章习惯6，协同。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吧？
如果我们都以相似的方式思考，并且我们无法相互学习，那么世界将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地方。事实上，我们彼此需要。在上一章中，我们讨论了相互理解和倾听，以实现有效沟通。现在，我们可以专注于通过团队执行原则相互合作，这是我们需要彼此才能茁壮成长的原则。独立性和相互依赖性都是富有成效的互动所必须的。通过理解和重视他人观点的差异，您可以创造协同增效的机会。协同作用是一个概念，即每个人的综合价值将比每个人保持独立的情况更大。换句话说，两个脑袋比一个脑袋好，但每个人都会提供一些可以造福于更大利益的东西。虽然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 Synergy 让您敞开心扉，迎接新的机会，拥有无限的可能性。Synergy 让您可以倾听彼此的不同之处，并确定如何团结起来应对共同的挑战。那么，您如何才能开始与您的团队协同合作呢？从习惯4和5开始，思考双赢的局面，同时努力真正了解你周围的人。通过重视每个人的不同观点和意见，您可以开始建立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例如，一部伟大的电影不是一个人创造的。看看像《指环王》或《星球大战》这样的电影，如果没有创作者、设计师、作家等团队，电影永远不会像现在这样栩栩如生。每个团队成员都有自己的优势，他们可以将这些优势带到桌面上，从而使整个项目受益。通过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情感和心理差异，您可以开始协同并创造比您自己更伟大的东西。开始重视这些差异需要时间和耐心，尤其是当您生活中有一些您无法相处的人时。但是你们为什么不相处呢？你的想法可能与那个人不同，那么你如何才能开始接受这些差异呢？首先创建一个你不相处的人的列表，只选择一个人，并确定他们的观点与您的观点有何不同。你怎样才能找到你的观点和他们的观点之间的协同作用？您如何才能对他们的差异更加开放和自信？第8章，习惯7，把锯子磨快。厨师们每天都用刀，他们不断地砍、切片、切丁，最终让他们的刀变钝了。他们会把刀扔掉，然后买一把新刀吗？不，他们把它磨尖了，就像厨师的刀一样。我们也必须磨自己，我们必须在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交上花时间在自己身上。通过在这4个方面磨砺锯子，您可以看到持久有效的结果。身体更新意味着吃得好、休息充足，并定期锻炼，以增强灵活性、耐力和力量。保持身体活跃有助于养成积极主动的习惯。您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健身，而不是对阻止您锻炼的力量做出反应。专注于你的精神层面，并不一定意味着接受特定的宗教，相反，它意味着你应该审视你的生活，并以你的行为更新精神自我的目标可以包括冥想、祈祷或与大自然接触。Spiritual Dimension 可以帮助您练习第2个习惯，因为您会不断修改您的原则和核心价值观。为了保持心理健康，您可以阅读好书，记录您的想法和见解，并将电视节目限制在只看那些能丰富您的生活和思想的节目。您还可以学习一门新语言或参加课程学习新知识。有多种方法可以充实自己的精神。此外，关注心理健康将帮助您养成第3个习惯，因为您将利用您的时间管理技能来最大限度地利用您的时间和资源。最后，保持社交和情感健康很重要。在社交上更新自己，以发展有意义的关系，意味着您必须努力了解他人，为改善他人生活的有意义的项目做出贡献，保持丰富的心态，并帮助他人取得成功。通过致力于社交和情感健康，您正在实践习惯4、5和6，用双赢的心态寻求理解他人，并通过协同作用找到互惠互利的解决方案。如果您想知道如何在这4个方面开展工作，请首先列出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将帮助您在每个类别中更新自己。从每个维度中选择一项活动，并承诺在下完成该活动。在周末，评估你的表现并质疑是什么导致了你的成功或失败。第9章，最终总结。要成为高效能的人，你必须养成这7个习惯：主动、停止反应并开始取行动；相反，控制自己的生活并承担责任；以终为始，停止在弹出的任何工作上漫无目的的工作；相反，对你的未来有一个愿景，
并调整你的行动，以使这个愿景成为现实。把要紧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停止将时间浪费在目前看起来很紧急，但与您的目标不一致的任务上。相反，优先处理您的任务，并专注于不紧急的重要项目。想双赢，不要再认为你必须赢或输，相反，想出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解决方案。先寻求理解，再寻求被理解，停止跳跃以提供解决方案或响应。相反，专注地倾听，以了解你周围的人，然后传达符合他人感受的想法，协同作用。以下是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与成功有约读书分享。作者狐狸威哥，谢谢收看。